南航客机坠毁，原因待查。妈妈，我要回家。瑶瑶别闹，这就是以后会做你爸爸的乔叔叔啊。爸妈才刚出事，你就迫不及待要让小三进门了是吗？芝芝，别听他胡说，我怎么会跟害死你妈妈的凶手在一起呢？罗婉仪，我早就说过，我这辈子只会爱曼芝一个人，哪怕她不在了，我也不会多看你一眼。但我没想到，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对曼芝下手。旭南，沈曼芝可是因为飞机失事死的，全飞机的人都安然无恙，就她没了，只能怪她命不好。和我有什么关系吗？别装了！如果不是你在飞机上做手脚，他怎么可能会为了救全机人的性命牺牲自己？南航9653确认所有乘客安全撤离，机长乔南芝已无法返航。塔台命令，机长乔南志立即弃机跳伞。我不能，我必须将飞机开离乘客跳伞地点。芝芝，我命令你马上跳伞。离婚协议我撕了，等你回来我们就复婚。谢云舟，把我交给我爸。爸，我不是你爸，你走，不要脏了芝芝的轮回路。谢云舟，当初是你们谢家主动提出要联姻，你也答应过我一定会照顾好芝芝，你就这样照顾的吗？看着自己的丈夫和杀母仇人的女儿出双入对，难怪芝芝这么爱你，却主动提出要离婚。什么杀母仇人？妈不是因为飞机失事才……那是因为苏瑶他妈提前在飞机上做了手脚，而她之所以能做到，还是你们谢家给的机会。若非你姑妈太信任自己闺蜜，违规带人提前进场，那架飞机也不会因为被丢了10子而故障。云舟，不是这样的，我妈不是那么恶毒的人，那飞机上还有几10号人，我妈再怎么讨厌乔南芝他妈，她也不会。你妈为什么恨芝芝妈妈？你不是和我说，你和芝芝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吗？还说你们的妈妈也是朋友。苏瑶，你到底骗了我多少？我没有。谎话张口就来，真是原见什么样，复印出来就什么样。谢云舟，你为了这样一只老鼠和芝芝离婚，你是怎么想的？沈战，芝芝可不是你能随便叫的，除了爸，谁都没资格这么叫。现在装生气，早干什么去了？人都死了，你装给谁看？你我战，送客。谢总，带着你的小三滚吧，别脏了芝芝的眼。爸，我和苏瑶真的什么都没有。
谢总，请吧。喂，医生，怎么样了？乔小姐虽然在最后关头跳离了飞机，但受爆炸影响，颅内血块压到了神经组织，手术风险太大，只能等它自然消散掉为止。这2个月治疗下来，血块已经消散了部分，按理来说应该醒。现在这种情况，可能是乔小姐不愿意醒。云舟，谢云舟。我这是怎么了？你好，学姐，我是谢云舟。你好，学姐，我叫谢云舟。谢云舟？怎么了？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是刚刚拿球砸到你的人，你没事吧？哦，所以我是来道歉的。不用道歉，这事我就不计较了。不计较怎么能行呢？做错事哪有不认错的道理啊？我可以这样吧，你给我200块钱，我们一笔勾销。这怎么能行呢？学姐，你以后可是要当机长的人，脑袋是最重要的。这样吧，接下来1个月由我来照顾你，直到你康复为止。走，我请你吃饭。哎，谢谢啊。这家餐厅的养生膳食特别好，你试试。尝尝，保证你喜欢。学姐，你马上就毕业了，有想好去哪家航空公司吗？暂时还没有。那你要不要考虑去南航？谢云舟，你从小就是天之骄子，毕业后可以直接进南航。但我的想法是出国继续进修飞行。没关系啊，反正时间还长。乔总啊，今天约您出来呢，主要是想聊聊2家联姻的事儿。我这儿子虽然才22岁，马上就要进南航实习了。当然了，我们谢氏集团以后也都会交给他的。谢总啊，这不太合适吧？我家芝芝可比贵公子大3岁，况且芝芝是我唯一的女儿，我不可能牺牲她的婚姻为自己的事业铺路。呵呵，乔总啊，你怎么就知道2个孩子结婚就不会幸福了呢？对呀，今天虽说是联姻，但是整个京都啊，可是有大把的千金想嫁入谢家。之所以选择你们，也是因为我儿子看上你女儿了，
绝不只是因为乔氏的独家技术。乔叔叔，我和芝芝相识2年了，要不是因为她，我也不会提前完成机长考试。我希望她的每一次飞行，我都能陪在她身边，平安完成每一趟旅程。要不是因为没到法定年龄，2年前我就上门求娶了。你们已经在一起了？我也是昨天他生日我才答应的，没想到他今天就来这处。芝芝，这可是你答应给我的生日礼物，你可不准反悔。乔总，你和曼芝都是从我们南航走出去的，我们夫妻为人怎么样，你也知道，我们呀绝对不会亏待芝芝的，你放心啊。但是如果要是我儿子欺负芝芝了，我第一个不允许。这桩婚事，我同意了。谢谢乔叔叔，谢谢乔叔叔。你怎么回来了？你不是去燕城演习了吗？想见你，哪怕跨越了2座城市，我都会来找你。我们都快要结婚了，你要不要这么粘人？不是说好要当我坚强的后盾吗？明天就是你升任机长的首趟飞行，我想亲口和你说，一路平安。可这画面里有你，是梦里有过的。以后你的每一次飞行，我都希望能一路平安。林舟，你也是。你这是干什么？虽然我们的婚礼已经筹备完了，但这个仪式我还是想补上。芝芝，乔南芝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扎这么紧，还怎么戴？你干什么？我只是想试试，你在我身边这件事儿是真的，还是我虚构出来的？幼稚。你怎么？所以机组协作会上一直没露面的副机长是你？这小子为了跟你同飞啊，这几个月不停在刷航时，副机长资格都是昨天才拿下来的，热乎着呢。乔机长，接下来的旅程请多多指教。请多多指教，谢谢你。上午好，塔台，这里是南航9653，停机位216，申请推出开车。你好，9653，这里是南航塔台，可以推出开车。机头朝南，6800英尺。塔台，
南航9653启动完毕，进手势滑出，再见。再见。乔机长，一路平安。一路平安，谢机长。尊敬的各位旅客朋友们，这里是机长广播。我们正飞跃于3万英尺高空，坐在飞机右侧的乘客可以看向窗外。今天的天气非常好，下面就是著名景点，透过云层就可以看到最佳风景。希望在这趟旅途中能为你清扫烦恼。非常感谢大家的倾听，祝大家旅途愉快。是她，罗婉仪的女儿。妈妈，我要回家。瑶瑶别闹，这就是妈妈跟你说过的乔叔叔，以后会做你爸爸的乔叔叔啊。芝芝，怎么了？是不舒服吗？没事，是我看错了。走吧。芝芝，你今天真美。谢机长，你今天操作的样子很帅。Make you believe I'm what you need. So beg, darling, please. 昨晚睡得好吗？等会儿我去收拾东西，等收拾好了，我们去转转。听说安隐寺的平安符很灵验，我们去看看吧。你为什么总是要给我求平安符啊？你不是从来都不信佛吗？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为了你，我愿意相信这世上有神佛的庇佑。只愿你每一次起落，永远都平平安安。只愿与君同心，伴君永久。除了洗澡，可都不许摘下来。云舟，这是什么？那是胡寄生，代表着美好和幸福。传说呀，在胡寄生树下接吻的人会厮守到永远。学姐，我们的感情就由胡寄生见证，永远不会消失。对了，
明天回航，周医生请假了。那你还是我的副机长吗？当然，学姐，我可以成为你的副机长吗？当然。不好，右引擎温度急剧上升。快查看具体故障数据。是油路堵塞，情况危急。塔台，这里是南航9653，右引擎油路堵塞，请求紧急支援与备降指示。南航9653已收到，保持冷静，我们马上规划备降方案。就可能是自航班的乘务长，现在将指引进行安全带，我们的机组人员正在全力处理问题。请相信我们，一定会保证大家的安全。我尝试启动备用油路，看能不能恢复正常。好，我来监控数据，随时留意变化。不行，备用油路供应不足，引擎还是不稳定。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我们试试调整飞行姿态，降低引擎负荷，同时按照塔台指示准备降机。好，你放心操作，我会为你做好数据监控。芝芝，我相信你会让我们所有人都平安降落。高度已下降到安全范围，速度也在可控区间。塔台，我们已调整飞行姿态，准备按照航线前往备降机场。南航9653，备降机场跑道已清空，一切准备就绪，等待你们降落。我们现在要用右面离开跑道 M8 滑行道，160海里，15度静力，速度确认。确认，1000尺，500尺，最低仪表进场高度。继续进场。确认，40尺，30尺，20尺。减速板升起，第2条滑行道 B3 停车坪。确认。看来我们的默契不错。没错，以后继续加油。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机组的全力支持，你们在危机关头保持冷静，听从指挥的配合，是我们能够平安度过此次危机的重要保障。刚才剧烈颠簸的时候，我就跟朋友打赌，机长肯定是个硬汉，没想到是位女机长。姐，你太牛了！姐姐，你比我画的超级飞侠还要厉害嘞！其实我每次起飞前，我都告诉自己，一定要平安带大家到达目的地。今天，谢谢你们选择相信我。已落地，平安。心动航线还差京都、西港航线。也不知道你收到这份生日礼物会不会开心。雅雅姐，姐夫对你真好，以前只要你下机，就一定会拿着花等你。不过最近怎么没看到姐夫来接你？他最近忙。也是，机长本来就忙，更何况还是王牌机长呢。云州为什么会和苏瑶在一起？你知道吗？他以前最喜欢一个人来这里许愿了，每次许愿都会给我带一个平安符，尤其是知道自己有孩子后，跑得更勤了。
这是他最后交给我的平安符，你帮我交给谢阿姨吧，有个念想。你干什么？抱歉，刚刚那瞬间，我以为看到他了。原来他们说的那个和蔼素瑶的机长是你，可为什么非得是他？原来他们说的那个和蔼素瑶的机长是你，可为什么非得是他？罗安言，我早就说过，我这辈子只会爱曼芝一个人，哪怕他不在了，我也不会多看你一眼。你消失了14年，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对曼芝下手。全飞机的人都安然无恙，就他没了，只能怪他命不好，和我有什么关系吗？别装了！如果不是你在飞机上做手脚，曼芝也不会为了救全机人的性命牺牲自己。云舟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……乔机长。苏瑶，你没事吧？云舟，我的肚子好痛，救救我的孩子，他可是谢家唯一的孙辈。芝芝，我先送他去医院，你先回酒店等我。谢云舟。谢云舟，他是你的谁啊？你要这样对他？是你这样为他抛弃自己的妻子吗？你知不知道我……好痛！芝芝，别闹，人命关天的事儿，没时间陪你胡闹。谢云舟，乔南芝，你爸能让我家破人亡，我也能让你家破人亡。走着瞧吧，这才刚刚开始。谢云舟，谢云舟，这是你第一次抛下我。这是新来你们机组的空姐苏瑶。苏瑶可是谢总从云泰航空挖过来的优秀人才，被安排为机组的新乘务长，大家欢迎一下。乔机长，以后还请多多指教。我没什么可教你的。也是，毕竟该教的云舟都亲自教过我。刘总，下一任乘务长不是由副乘务长温静接任吗？怎么临时换人了？乔机长，这是谢总的安排。怎么了？这么大气？我不同意苏瑶加入我的机组。苏瑶是有实力的，她可以胜任乘务长一职。实力？哪种实力？芝芝，你过分了。我过分？你让一个杀人凶手的女儿来当我的乘务长，到底是你过分还是我？什么杀人凶手？苏瑶她是我……乔机长，我知道你还在为上次谢机长抱我去医院的事耿耿于怀，可你也不能泼我脏水啊。云舟，你知道的，我妈还在疗养院养病呢，可没进过监狱。芝芝，这事儿是你弄错了。你信他，不信我。芝芝，云舟，你让乔机长冷静一下吧。可能是因为我抢了他的好朋友温副乘务长的升职机会，所以他才会那么生气。芝芝不是这样的人，一定是有什么事让他误会。
谢太太的位置，我苏瑶凭什么做不到？总有一天，我要让他乔南之为当年的事付出代价。塔台，南航9653已到达洞6R，请示起飞。南航9653跑道洞6R，风向312，风速10，可以起飞。离场后联系进近，频率128.08。南航9653收到。起飞前最后检查一遍，各项参数正常，一切就绪。收轮。乔机长，客舱出事了，苏乘务长和乘客起了冲突，导致乘客投诉不断，情绪激动，我们安抚不住了。我马上过来。苏瑶怀孕了，你们注意一下，别让乘客碰到她。客舱出事了，我开启自动驾驶，你在这监控，有任何异常立刻联系我。好。这位小姐，你把我衣服弄湿了。这位乘客，请注意控制音量，吓到贵宾怎么办？这人怎么回事啊？还空姐呢？你们培训教的就是区别对待乘客吗？这人怎么回事啊？还空姐呢？你们培训教的就是区别对待乘客吗？就是啊，哪有这样的，不像话。就是。这位乘客，确实抱歉，是我们的人态度不对，但请今后不要因为个例而影响对我们整体空乘人员的信任，好吗？稍后我会为大家准备好茶水点心，请大家先回到座位，系好安全带。不就是几滴水吗？擦擦不就好了？几十块的 T 恤而已，我赔你就是了。搞那么大的阵仗，还以为多贵重的东西。怎么还有这种人？你怎么说话的？看我不打烂你这样臭怼！等一下，各位旅客朋友们，我是本次航程的机长，很抱歉在我的机组发生这样的事情，但请相信我们会对违反服务规范的人员做出相应的处罚。还请大家先回到座位上，系好安全带，安全才是第一位。实在抱歉，我让副乘务长准备了新 T 恤，尺码合适的话，还请您先换上。航程还有1小时，别让一件衣服破坏了您出行的好心情。谢谢，你是位好机长，我相信你会说到做到的。谁让你发号施令了？我才是乘务长，轮得到你送这送那的？因为你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，我们机组已经收到无数次投诉了，每次都是温静给你收拾烂摊子。你再这样肆意妄为，就算你是谢云州调来，都给我滚！我有什么错？一群蝼蚁在这。你现在是南航9653的乘务长，代表的是整个南航的脸面。你放心，这一巴掌我不会让你白挨，以后你不用替他下这回。乔南之，你跟你妈一样讨厌。云州，我也不知道乔机长为什么那么讨厌我，他不仅打我，还要把我赶出机组，还要让所有人都孤立我。苏瑶，这是最后一次，你再闹出事儿，我第一个开了你。云州，我肚子里边可是你表弟的姨父子，你答应过要好好照顾我的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那是他的遗愿，不是我的责任。你们这么对我，那肚子里的孩子我也不要了。你芝芝，谢总，请你把苏瑶调出我的机组，并给予处分。你真的让机组其他人故意排斥苏瑶？谢总，请你把苏瑶调出我的机组，并给予处分。
你真的让机组其他人故意排斥苏瑶？有的人一定要坐上不属于自己的位置，发生这件事情不是很正常？他没有做到乘务长应尽的责任，我批评他，不是为了整个机组好吗？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你以前不会公私不分的。我都说了，你对苏瑶有误会，不要因为私人恩怨影响了你对她专业能力的判断。苏云昭，没想到在你心里，我竟然是这样的卑鄙小人。芝芝，芝芝，芝芝，你别吓我！芝芝，芝芝，芝芝。乔机长，你不知道自己怀孕了吗？医生，我的孩子怎么样了？很遗憾，孩子没能保住。乔机长，若是最近有什么不顺心的事，就休个假。母体的情绪是能影响到孩子的。我想休息会儿，你们先出去吧。乔机长，这是云州妈妈给我煲的养生汤，你妈妈那么早就不在了，想必也没人照顾你坐月子吧？这汤我让给你喝吧。为了我肚子里的谢家独孙，阿姨可是天天变着法子给我煲汤呢，我都喝腻了。妈，瑶瑶啊，云州说你现在在南航上班，你怎么不跟妈妈说呢？这上机多累呀，还要伺候一堆人，还是回家吧，妈妈照顾你。妈，有云州照顾我呢，没人敢欺负我。为什么？谢云昭，当初明明是你先说爱我的。哪怕跨越了2座城市，我都会过来找你。以后你的每一次飞行，都希望能提沈曼芝可是因为飞机失事死，全飞机的人都安然无恙，就他没了，怪他命格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别装了！如果不是你在飞机上动手脚，我为了救全机人的性命伤自己。云州，你不是不信佛吗？你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人，我愿意相信这世界有神主，也认为自己不平凡。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以前你不会公私不分的，我都说了，你对苏瑶有误会，不要因为私人恩怨影响了你对她专业能力的判断。既然你说是误会，那我就再给你一次解释的机会。密码错误。密码错误。你在这儿干什么？你在这干什么？你们聊，我先进去了。抱歉，让一下。
我还想着是不是真的有误会，连我们的家，我这个正主都进不去，苏瑶却能随意进出，你们之间的关系还有什么误会？只愿与君同心，伴君永久。谢云舟，如果你在乎，就不会把我最最珍惜的东西毫无在意的送给另一个女人。你怎么会过来？我不能来吗？谢云舟，你答应我一件事好不好？什么？我们离婚吧。不可能！芝芝，你是不是太累了？要不，这机长你别当了，你也不想我们下个孩子，还是保不住，对不对？为了苏瑶，你连我的梦想也要剥夺吗？为了保住他乘务长的位置，你就要让我滚是吗？这婚我离定了。离婚协议我已经签好了，等这次返程回来，我们就去民政局。我们好好聊聊。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好聊的了。自从你第一次维护苏瑶开始，我们之间就回不去了。我和他真的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不重要了。谢云舟，你真的爱我吗？又或者是说，你还爱我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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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没办法看着你双眼说那。乔机长，飞机马上要起飞了，你在哪儿？好，我马上过来。你懂我的吗？你懂我的吗？不知从何时开始，我再也没见过那个总是带着自信和笑容的芝芝了。芝芝，等你回来，我们再谈一次。在婚姻里，谁都会有争吵和矛盾，只要还爱彼此，再不合适，我们也可以走到结局。谢总，开往西港的南航9653发动机损坏，自动控制系统失灵。芝芝，你不能有事，千万不能有事。塔台，南航9653系统失灵，请求援助。芝芝，我们已经紧急疏散了海岸人员，你现在向南转向，紧急迫降。机长，后翼着火了！来不及了，没办法迫降了。通知所有人，准备跳伞。好。各位乘客，这里是副机长广播。由于发动机发生故障，导致飞机无法迫降，请大家保持镇定，跟随机组人员穿好跳伞装备，有序排队，做好跳伞准备。
5000米、3000米，到达跳伞高度，快去帮忙！好。机长，所有人都已安全撤离。你也撤离。机长，你怎么办？别废话，快走！谢云舟，这星东航线的最后一程，我终究是完不成。或许，这就是我们的结局。塔台命令，机长乔南枝立即弃机跳伞。我不能，我必须向飞机开立乘客跳伞地点。芝芝，我命令你马上跳伞。离婚协议我撕了，等你回来我们就复婚。南航9653，确认乘客安全撤离。机长乔南枝已无法返航。谢云舟，帮我照顾我吧。芝芝，芝芝。谢云舟，帮我照顾我吧。我还活着。芝芝，你终于醒了。你都昏迷快3年了，还有哪不舒服吗？乘客都安全回家了吗？有没有伤亡？别担心，大家都安全了，除了你。我们都以为你死在那场爆炸里了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沈战，像妈妈一样带着乘客安全落地，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。我做到了。你刚醒来，也不知道关心你自己。信号彻底断掉之后发生了什么？你还记得吗？我只记得侧玻璃炸裂，我被吸了出去。之后的我就不知道了。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我们团队去公海附近渔村找黑匣子时，没想到看到了你。那会儿你伤得太重，医生不敢保证能把你救回来，我就没跟乔伯父说找到你的事。所以，你的葬礼已经举办完了。我爸他还好吗？有我在呢，伯父不会有事的。就是谢云舟带着苏瑶去你的葬礼，被你爸赶走了。我跟他本来就是离婚的关系，他跟谁都跟我没关系。不说这个。最近我恢复了黑匣子数据，发现这次发动机故障是人为的。什么？最近我恢复了黑匣子的数据，发现这起发动机故障是人为的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发动机是因为一颗石子而失灵的。按理说，停机坪附近不可能会出现这些东西，而且附近还有其他飞机停在旁边却没出事，只有9653出事了。难道是他？怎么还不去上机做准备？这就是你的职业素养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再也不会上你的飞机了。你不是喜欢温静吗？让他去呗。你的手怎么了？关你什么事？我们查看了监控，确实发现有一个女生的背影在发动机附近停留了几秒。那会儿正是机前检查结束的时候，若不是内部员工，想必不会让她靠近。他怎么敢的？他竟然为了私人恩怨，把所有飞机上的人性命都搭上。当初他妈妈就是这样害死我妈的，他现在又这样对我。你才刚醒，别气坏了身子。现在你醒了，我又能腾出时间好好调查这件事。3年了，是时候让他们付出代价了。谢谢你没有放弃我，否则我应该还是葬身在那片海域吧。傻瓜，说什么谢啊？你可是我亲手带大的妹妹，我还指望着你帮我追嫂子呢。快点好起来。好好好。他怎么样了？
各位旅客，欢迎乘坐南航9653，我是本次航班机长谢云洲。本次航班的目的地为鱼城，祝各位旅途愉快。芝芝，一路平安。你花了3年时间复刻了这架属于乔机长的飞机，让他重新起航，就是为了延续他的梦想吗？玉珍，你说，若是我说出那句一路平安，芝芝是不是就能平安落地了？谢云洲，你清醒一点，就算你说了一路平安，乔南枝也不会再回来了。是啊，我的芝芝再也回不来了。芝芝，我对你的感情由胡继生见证，永远不会消失。芝芝，芝芝，你没事儿，太好了，我好想你。这位先生，请自重。这位先生，请自重。芝芝，你怎么了？3年了，你为什么都不来找我？你知不知道？知道什么？知道你带着怀了你孩子的苏瑶去我的葬礼炫耀，知道你带着我的杀母仇人住进我们的婚房，又或者是知道你为了给你家人赎罪，伪装深情答应了联姻。所以，这才是你要离婚的原因？不是因为不爱我了？之前你说过，我们的感情由胡继生见证，那现在结束，也由他见证吧。芝芝，我们之间有误会。误会也好，真相也罢，我们3年前就已经结束了。我承认，我在大学第一次见到你时，就对你一见钟情。结婚5年来，你也是真心真意的爱我。你总是明目张胆的关心我，偏爱我，甚至陪着我完成我的梦想。乔机长，一路平安。一路平安，谢机长。可是3年前我才知道，原来我是一个天大的笑话。芝芝，这事是你弄错了。你信他，不信我。妈，谢云洲，我不要再爱你了，你去找你的青梅竹马过日子吧。苏瑶不是我青梅竹马，苏瑶是我表弟的女朋友，她怀的是我表弟的遗腹子。3年前，你在这里见到我们那一次，是姑妈让我带苏瑶来还愿的。那时我表弟刚去世不久，她把我错认成了他，情绪有点崩溃。她肚子里有孩子，所以才没来得及推开她。至于你，刘晨那次，她叫妈的人，其实是我姑妈。他是故意误导你的，我知道是我不好，
我没来得及跟你解释清楚，先让他钻了空子。就算是这样，你让他住进了我们的婚房，还改了密码，这总是事实吧？密码不是我换的，那时候姑妈打电话给我说，苏瑶闹情绪想自杀，让我先接回家里住2天看护好。我知道你不喜欢他，但那时候你在住院，所以我没来得及告诉你。没想到你提前出院了。所以密码是他换的？除了他还能是谁？至于平安符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别碰我的东西。他那个应该是找别人复制的。这是我还给你那一枚。你把它还给我那天，我突然发觉，我的智齿怎么没有以前那么开心和自信了？一定是我照顾的不够好，没想到我竟然让你在我眼皮底下受了这么多委屈。所以你是真的不知道苏瑶是我杀母仇人的女儿？以前不知道，现在知道了。你葬礼之后，我回去问了爸妈，他们才告诉我当年整个事故的真相。要不是姑妈太信任罗婉仪，也不会。这也是爸妈当初能答应我娶你的原因之一。但这些长辈恩怨，家里人从未告诉过我。可苏瑶说，你之所以答应联姻，是为了弥补谢家人失察导致我妈死于空难的错。你知道为什么乔家和谢家并不门当户对？云州的父母还主动让2家联姻吗？那是因为你妈当年能出世，也有谢家的一份功劳。他们这是让儿子为你乔家赔罪呢。不可能。你就没有想过，我妈妈并不是南航的人，她是怎么能对检查那么严格的飞机动手脚的？那是因为是被谢家的人带进去的。我竟然信了。明明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，明明你总会在起飞前将我的行李箱塞满维生素润喉糖。明天飞悉尼的班次，我给你换成了国内短途，以生理期。塔台监控显示内膛气流不稳定。今天巡航高度遇上乱流，肩膀是不是又疼了？看你累的。你下机了？退烧药起效还有半个小时，忍忍，坚持住。明明你把我和我的梦想都护得那么好。明早10点的航班，帮我取消，我老婆生病了，需要照顾。哎，怎么啦？忘记跟你说了，一路平安。好啦，你还挺有仪式感的嘛。快去上班吧，我的总裁先生。我总说我那么爱你，可我却信了对我满怀恶意的仇人的算计。几句未经验证的谎言，便让我对你产生了猜疑。云州，如果我们当初能像现在一样，把所有的事情看得见，是不是就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？幸好你现在
还好好的站在我面前，以后绝对不会再弄丢你了。我们做个约定好不好？只要不离婚，你说什么我都答应。以后，我们所有的不安、难过、失去，我们都要第一时间摊开在阳光下，就像飞机遇到气流颠簸，你要第一时间向我报备。我的副机长，往后余生做好准备，接受我的情绪代码了吗？你就是我的小星星，挂在那天上放光，因我已经决定要爱你。好的，我的机长大人，从现在开始就开启我们的全新航线，所有猜疑都当面降落，所有不安都及时迫降，绝不允许任何误会再侵入我们的专属空域。Oh my， 悲伤写成协奏曲，在角落里为你弹起。报告塔台，南航9653一切正常，准备起飞。收到，飞行计划正常执行。收到。哟，这次轮到我们乔机长给谢总裁坐副驾了。你不在的这3年，他可是把你留在办公室的心动航线飞了无数遍。你要是再不回来，我都害怕他把自己身体搞垮。要你管？你个单身狗！若只有一天，我的谢机长可不是谁都能打去的，小心下次机长考核，我给你打个0分。这你玩劲儿，比你们俩第一次飞还红。一路平安，芝芝。一路平安，云州。云州，云州，云州，你怎么了？快帮忙！这么晃，不会出事吧？你害我还不够，为什么还要去害云州？你知不知道你在咖啡里下的安眠药，差点让云州带着一飞机的人都死在飞机上。那又如何？反正我不管怎么做，他都不肯跟我在一起。得不到的，那我将他毁了就是。乔南之，你多愚蠢啊！我只要略施小计，你就进入我的圈套。阿玉死了，我肚子里还怀着他的孩子，我必须要勾引谢云州，我必须要做谢太太。乔南之算什么东西啊？他能做谢太太，我为什么不能？明明他都已经死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他又活着回来了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确实愚蠢，可若不是爱慕生气，我又怎么会上你的当？放心，以后没有人能够理解我。苏雅，你就在这里装疯卖傻一辈子吧。
芝芝，芝芝，不会的，芝芝明明回来了。哎，你还没好，你乱跑什么？万一摔了怎么办？醒来看到你不在，以为你又抛下我不要了。以后无论航程有多遥远，风雨有多肆虐，前路有多艰险，我对你的爱永远都不会偏离航线。谢机长，我们一路平安下去吧。一路平安，芝芝。一直都乐此不疲，把心态好放轻，如果有超能力圈住你。